据央广军事2月19日的消息，中央军委决定对此前在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牺牲的5名中国官兵授予为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等。事实上，在去年4月份左右，印度方面公然对我边境地区进行挑衅。不仅如此，印度军方更是违背中印双方达成的共识，并极为嚣张地在越线地区修建道路、桥梁等多种基础设施。随后到了6月，印度再次越界边境地区，并对我边境驻扎的官兵进行挑衅。于是，我军驻边疆军团的团长齐发宝带领几名官兵，本着友好的态度与印军协调边境问题。然而，印度见我方仅派出官兵较少，便利用钢管、铁棍、石头对启发宝等几名官兵进行暴力攻击。随后，启发宝组织其余几名官兵占据有利地形，奋力还击。最终，启发宝团长的头部遭到了重击，同时营长陈红军以及战士陈祥荣为救团长，最终英勇牺牲。不仅如此，战士王卓然在援救即将被河水冲散的队友时，不慎掉入河中，英勇牺牲。甚至就连突出重围的战士肖思远也义无反顾救回自己的队友，并最终壮烈牺牲。随后，我军的增援部队赶到，并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围攻。反围攻过程中，我军奋勇地对印军进行了还击，并致使印军死伤数十人，有些被群殴致死，有些则不慎摔落山崖致死，有些则不慎掉入河水致死。最终，越线的印军溃不成军，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对于此次加勒万河谷事件中，中央军委决定对驻边疆军团团长齐发宝授予为国戍边团长荣誉称号，同时对营长陈红军授予为国戍边英雄称号，并对战士王卓然、陈祥荣、肖思远记一等功。看到这里，无数有着爱国情怀的中国人无一不愤慨激昂。面对数倍敌人的残酷打击，我们的边防战士没有一位选择退缩。正是因为中国拥有如此奋勇向前、不畏艰险、不抛弃战友的精神，印度的边防军队才会败得如此之快，教训才会如此之深。其实，每一位驻守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官兵，就像一根根扎进祖国大地的长矛。和平时期，他们组成了钢铁一般的城墙，保卫着祖国的和平与安宁；危难时期，他们又像镰刀一样锋利无情地直插敌人的咽喉。为何祖国能够长期保持和平与安宁？那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军人。仅过了个年，中印边境对峙就有所缓和，仿佛为新的一年开了个好头。根据近日的消息显示，正当中国人都在欢度春节时，中印两军就此前第9轮军事会谈中如何迅速撤离军队，以及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局势的危险举动等相关协议达成的共识，开始在拉达克地区按照计划脱离接触。该消息一出，立即让两国的民众都松了一口气，这意味着两国领导之前所进行的会谈是有效的。据悉，在接收到脱离接触的指令后，中方迅速在边境行动，并且短时间内进行了后撤。通过印度媒体的消息得知，仅在1天内，中国军方就调走了200多辆主战坦克以及6000多人。中方撤军的举动很快成了印度多家媒体的报道焦点。只不过此次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次中方撤军的举动没有让他们感到高兴，反而在脱离接触时仍令他们后怕不已。自从中印双方在拉达克边境地区发生冲突、发生过流血事件后，印度军方就不断在往高原地区部署兵力。哪怕是面临冬季带来的恶劣环境，印度士兵缺乏后勤物资的情况下，也依旧在边境与我军僵持着。明眼人虽说都能够看得出来，印度此番举动是想找回丢失的面子，但实际上，印度军事实力如何也是众所周知的。一旦我军有任何举动，印度军方都慌张不已，以至于对峙几个月以来都不敢进一步对我军有什么行动。或许很多人会疑惑，我军在边境的部署动作让印度人害怕也就算了，怎么撤军了也让印度人害怕？面对这个问题，上述其实说过，中国军方仅在1天的时间里就大量撤走军事力量，相当于一个加强重装旅的兵力。在高原地区，尤其现在冬季零下10几度，能够快速后撤，可想而知我军边境地区实力有多强大。不仅如此，撤军的同时，我军还调来了100多辆重型车辆运兵。撤军所表现出的实力都足够让印度后怕一阵子了，更别提我军快速的部署能力，让印度高层非常吃惊了。撤军是撤军，但是后撤出来的这批兵力并没有撤太远，而是在班公湖以东的阵地驻扎。一旦前线情况有所变化，或者印度军方重新发出挑衅，这批兵力也能够迅速到前线执行任务。
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我军的高度警惕，后撤到合适的位置待命，就是防止印度会有什么令人出乎意料的行为。毕竟以印度一贯的作风，可不能肯定该国一定会遵守协议或者什么约定。当然了，我军撤军的同时又进行了部署，显然也是在告诉印度，倘若再有什么动作，我军也能够立刻有所回应，届时印度不可能全身而退。据雅虎网站17日报道称，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，要求对半导体制造、稀土元素等关键行业进行审查。虽然拜登这项指令只字未提中国，但很大程度上是美政府为摆脱中国出口依赖，试图做出努力。而这周，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，中国可能限制稀土对美出口，将打击美国武器制造业。从去年底到今年初，中国接连出台关于稀土出口政策，而外界都在猜测中国正考虑拿起稀土王牌对付美国的可能性，而美国以及盟友已经闻风而动。事实上，中国握住了全球稀土生产链的命脉，但由于美国最近肆无忌惮挑衅中国，美国日益担忧中国会禁止稀土进口。英国金融时报指出，估计每生产一架 F-35战机就要消耗417公斤稀土产品。如果中国限制稀土出口，将对洛马等美国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。比如此前俄媒就曾推测，全球生产的 F-35被洛马无限搁置，或与中国制裁有关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澳都已经嗅到了不寻常。近几个月来，囤积稀土金属的竞赛越来越激烈，从而推动商品价格飞涨。据悉，包括美国在内各国都加紧稀土储备，并努力寻找除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。早在2019年，美国就曾全球各地寻找新的稀土供应链，但到了现在几乎还是没有收获。而澳大利亚企业也开始动了心思，澳稀土矿商离子稀土再筹集了1200万澳元资金，加快其在乌干达的马库图项目进度。该项目负责人哈里森认为，中国持续限制稀土出口，马库图将成为重要战略资产，并吸引行业人士的兴趣。不过，他还是一边承认中国占全球重稀土产量95%份额，一边又在唱催中国稀土资源耗尽。虽然美国及其盟友都在加紧备战，但行业人士经常泼冷水指出，成本、原材料获取渠道、提炼技术和环境等问题都将是大障碍。还有人指出，如果中国先操纵价格，涨得他们不得不自己建渠道生产的价格，等他们啥都建得差不多了，再叫一波价格收割，这是西方常见的套路。其实王牌一直握在手上，不打就相当于作废。而且美国的芯片牌和中国的稀土牌有根本区别。中国芯片产业一定不会死，一定会挺过来抢到本国市场，从低端做大，并逐渐占据国际市场份额，挤压美国芯片产业，这是客观条件可以预见的。而美国稀土被扼杀，其结果并不乐观。首先，建产业链谁也说不准要多久，而且永远需要面对中国廉价价格冲击。美国工业空心化本就很严重，将极大拖住美国高科技发展，这是美国耗不起的。美国坏事做绝，我们断供稀土也在情理之中。